高中生小情侣当街玩 SM， 只见美少女骑在少年身上，给他套上了粉红色的项圈，嘴里还嘟囔着要在这个洞口穿入这个棒子，但是洞太紧了，阿九金疼得嗷嗷叫，发出了既痛苦又似欢愉的呻吟声。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改造了，改造成再也无法回魔界的身体了。没错，其实被压制的这个男人是恶魔，而对他进行各种 play 的美少女才是天使。阿九金是今天才转到这所学校的，还没进教室门，他就决定要给同学们一个惊喜。果然，在看到阿九金和班主任如出一辙的地中海发型时，全班同学都炸了。老师非常能理解秃头的感受，对阿九金充满了怜爱。同学们看到阿九金垂头丧气的模样，也不忍心对他冷嘲热讽。殊不知阿九金正在心里嘲笑他们：呵呵，你们人类可真是单纯，连这么简单的骗局都看不穿。这时，旁边的老师看到有一个标签露了出来，一拽才发现阿九金那个秃头竟然是假发，人家可是头发茂密的帅哥。但被耍了一通的班主任可不会就此罢休，最后以阿九金被班主任当众蹂躏而告终。他走向了最后一排自己的座位，却在一瞬间被同桌吸引，后排靠窗，王的故乡。可这个女孩看起来却是那么的温柔、美丽、可爱。阿九金直接对她一见钟情，然后就开始手脚并用，阴暗爬行。那一瞬间，他连他们的孩子叫什么都已经想好了，脑海中浮现出各种恋爱番经典情节，主角全都换成了他和天音。最后两人孤男寡女在家里打游戏，情至深处，要顺理成章做一些爱做的事情的时候，阿九金突然醒悟，他可以拜托天音来帮自己完成那件事啊。不过要如何才能让天音同意呢？还没等他想出好办法，就看见一个男生过来向天音告白，话还没说完就被无情拒绝。一旁的男生古川告诉阿九金，那个广田已经追了天音好几天了，却每次都被拒绝。三个男生倒是很快建立了友谊，阿九金就跟他们打听了一下天音的事情，得知他是前段时间从国外转学回来的，还是个混血。广田对他的评价简直就是个天使啊！然而作为恶魔的阿九金一听到这个词儿就有点 PTSD， 不过他对天音的表现非常满意，才来不久就能把男生魅惑成这个样子，如果能拉拢他，自己的计划肯定就能推进了。放学回家的路上，阿九金一直在思考如何接近天音，结果刚好和天音相撞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是从小巷子里钻出来的。天音解释是因为自己迷路了。好家伙，谁迷路跑到小巷子里去呀？但是天真的恶魔阿九金相信了，甚至还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。两人互相做了个自我介绍，天音果然又温柔又可爱。这时阿九金发现他的袖子有点破了，觉得可能是刚刚和自己撞到的时候弄破的，就借机赔礼道歉。没想到天音居然主动提出让他请自己喝茶，就当是成为熟人的标志。两人还各自说了关于自己的事情，相谈甚欢，以至于天音连红灯都没有看见，眼看就要被大卡车送去异世界了。阿九金不得已发动能力，将天音紧紧护在身下，而大卡车的车头都被撞了个七零八落。阿九金却因为发动能力露出了恶魔的特征，他没有注意到天音勾起了一个邪恶的笑容。趁现在还没有太多人发现，天音拉着阿九金就跑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公园里。此时阿九金也已经恢复了正常，可天音刚刚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忍不住问阿九金究竟是什么人。事已至此，阿九金也只能坦诚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没错，我是恶魔。之所以来到人间，是因为他们魔界正面临着危机，在势力纷争中被天使死死压制，恶魔同僚们却一个比一个摆烂。这样下去，他们魔界迟早要完。阿九金的上司就想树立一个有领袖气质的人，让恶魔们拿出干劲对抗天使。阿九金来到人间就是为了寻找这样的人，没想到第一天就遇到了如此优秀的天音。恶魔邀请美少女去魔界当 idol， 结果美少女竟然是一个天使。当然天音一开始还是要装一下的，伪装成一副柔弱可欺的模样，告诉阿九金自己也希望能帮上他的忙，然后话锋一转，问阿九金如果我去你那边的话，会不会被大家害怕并且讨厌呢？阿九金毫不犹豫地回答不会。然而下一秒，他的身体就被天音用锁链禁锢。天音一改刚刚的柔弱可欺，露出了一副小恶魔的笑容，但其实他是真正的天使。阿九金悔不当初，却怎么都无法挣脱锁链，只能被天使天音为所欲为。而天音袖子上的破损，也是因为刚刚在小巷子里和另一只恶魔战斗留下的。听到自己的同伴被那样羞辱玩弄，愤怒的阿九金居然直接挣脱了锁链，化为原形，以泰山压顶之势朝天音攻了上来。两人在公园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，最终还是阿九金略输一筹，再一次被锁链禁锢。不过天音表示，如果他愿意乖乖听自己的话的话，那自己可以放他一马。阿九金嘴上说着宁死不屈，却在天音使出美人计的时候当场认输。天音似乎也有着什么目的，需要阿九金这个恶魔的协助。他给了阿九金两个选择，要么戴上项圈乖乖为自己办事，要么就把这张照片扩散出去。阿九金权衡利弊之后，最终选择了戴上项圈，于是就出
出现了开头那一幕，被从外到里玩弄了一番之后，阿九金感觉自己不干净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从今天起，他堂堂一个恶魔就要给天使当奴隶了。没想到天鹰给他下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狩猎恶魔，阿九金当然不可能残害同伴，说完后就开始试图拽下项圈。可惜天鹰怎么可能让他如愿，早就设置成了只有他才能拿掉项圈，而且这东西除了能抑制恶魔的力量，在阿九金逃跑的时候还能当做定位追踪器，再注入他的力量就可以用来施予惩罚。现在的阿九金已经完全在天鹰的掌控之中了，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都无法控制。天鹰说一句我好渴，阿九金就狂奔去给他买饮料，可回来的时候身上却啥也没有。就在这时，阿九金突然解开了衬衫扣子，好家伙，他把饮料全都藏在了衣服里，这样就能用自己温暖的体温给天鹰加热了。天鹰满脸嫌弃，被虐待的阿九金却满脸爽到了的表情。不过一直使唤人家，天鹰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就问阿九金想要什么奖励。阿九金当场下跪，撅起了屁股，表示自己的身体有点僵硬，尤其是臀部的状况最为糟糕，所以希望天鹰能够用他那纤细的美腿用力踩下去。你们恶魔都玩这么大的吗？而天鹰居然真的抬起了腿，只是在即将踩下去的那一瞬间，心中产生了一丝纠结，生怕这一踩就会铸成什么无法挽回的大错。可这是阿九金想要的奖励，那他稍微意思一下应该可以吧。然而就在天鹰的脚即将触碰到阿九金的臀部的时候，一位巡逻警察冲了上来。未成年高中生竟然在公开场合做出这种事情，活该你们被警察追啊！天鹰见势不妙，火速逃跑，主流下维持着跪地姿势的阿九金看起来真的很像在完成主人的任务，阿九金也只能跟着跑。两人双双跑到了巷子里，又回到了之前的话题，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，最终只能各退一步。阿九金不会帮天鹰狩猎恶魔，但可以让他知道附近是否有恶魔。当然在天鹰达成他的目的之前，阿九金还是得任由他为所欲为。为了激发阿九金的工作干劲，天鹰还答应他每完成10项工作就可以抱自己一次。阿九金心里求之不得，面上还要装作一副你不要拿这种东西来侮辱我的表情。结果争执之间，警察叔叔又追上来了。经历了一番逃亡之后，阿九金总算精疲力尽的回家了。那个项圈也和他的皮肤融为一体，阿九金就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摆脱天鹰。另一边，天鹰似乎在向上司汇报自己今天的工作，却没有说阿九金的事情，毕竟那可是他发现的奇才，他可不想这么简单就把他净化，只想把阿九金收入麾下，任凭自己调遣，让天界那些人后悔对他的所作所为。怎么感觉你们天使才更像恶魔呀？事实上也的确如此，安排阿九金来人间的是他的御姐上司。现在魔界处处被天使压制，恶魔们还一点危机感都没有，根本不在意天使对他们做了多么过分的事情。比如这些照片都是天使以前上传到网站的，他们不仅玩弄恶魔，还差使命令他们，否则就会把恶魔电脑里见不得人的网页浏览记录公诸于世，太残暴了，你们才是真正的恶魔。上司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阿九金身上，让他一定要为了栖息魔界的人们挺身而出。阿九金被说得热血沸腾，接过上司递来的头套就出发了，因为上司觉得这个秃头头套能让他博取人类同情。当然最后的结果大家就都知道了。晚上阿九金一边刷牙一边看电视，听到电视上小情侣讲述他们相遇的契机，他突然灵机一动，第二天一大早就闪耀着光芒来到了学校。原来昨天那对小情侣的女生说自己是对帅气男友一见钟情，第一次见面就跟他说请把我拐走吧。阿九金就花了一整晚的时间做研究，并做好充分准备，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天鹰迷上他。然而等他转身的那一刹那，却被同样认真打扮了一番的天鹰迷得神魂颠倒。没错，天鹰也看了同一档电视节目，不过就在他自信满满看向阿九金的时候，阿九金那些有些闪躲的目光却让他心中蠢蠢欲动。两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只是过去了一夜，对方就变得如此闪亮耀眼，难道他也看了那个节目？于是一场相互色诱大战拉开了序幕。上课的时候，天鹰帮阿九金剪橡皮，故意用指尖触碰他的手心，然后露出了一副羞涩的表情。阿九金就宛如狠狠中了一记上勾拳一般，但作为反击，他轻轻扶了一下天鹰的头发，这猝不及防的靠近也让天鹰心神荡漾，只感觉心窝中了一拳。而两人暗地里的斗争愈演愈烈。下课的时候，老师让天鹰把这摞资料拿回办公室，天鹰趁机使出美人计，让阿九金帮忙，小手悄悄拉了一下他的衣袖，阿九金就瞬间毫无抵抗之力了，居然针对男人天生的保护欲露出这副可怜模样。既然如此，阿九金就以牙还牙，故意将袖子撸上去，小臂青筋凸显，血管也若隐若现，直接击中天鹰的好球区。之后两人开始无所不用其极，用各种手段勾引对方，拳击比赛也越来越激烈。最终天鹰决定一击定胜负，刚好老
老师喊他上台解答问题。回去的时候，天一瞄准阿九金，故意摔进他的怀里。阿九金没想到他会来这招，当场被 KO。低头一看，天一还在用水汪汪的大眼睛仰望他，又用甜美的声音小声对他道歉。眼看胜负即将决出，阿九金即将败北，千钧一发之际，竟然是班主任站出来阻止了这场闹剧。你们两个竟敢在课堂上卿卿我我，都给我出去罚站！几天后的周末，天音把阿九金叫了出去，等了好久都没有看到人来，突然肩膀被碰了一下，回头的同时就已经准备好发火了。结果定睛一看，我去，两个丑男！